开战之前，有谁能想到俄乌战争能打上半年之久，甚至是到了现在也没有停下的意思。刚开战的时候，全世界几乎都觉得俄罗斯将会横扫乌克兰，一天摧毁乌军海陆空，3天占领基辅，1周结束战斗。结果这仗一打起来，世界第2军事强国的拉胯表现显然不能与它的排名成正比。火力军跟全世界的国家一样，下巴都掉地上了。原来俄军的军事实力都是吹出来的。所谓的战斗民族居然如此拉胯，战争可不是演习，而是实打实的较量，容不得半点虚假。花拳绣腿、嘴把式、口炮党都不管用，因为毕竟靠实力说话。就在上周，外媒就披露了开战5个多月以来，越来越疲惫的俄军正面临着人员与装备短缺的严重问题。1/3的地面装备都被摧毁了，过不了多久，估计就得跟乌军拼刺刀了。前几个月还能借助远距离作战的精确制导武器来攻击乌军重要设施，结果没多久，库存就告急了。从2月底俄军大举入侵开始，仗已经打了5个多月。你们知道俄军伤亡多少人，损失多少装备了吗？足足4-5万人阵亡，3-4千辆装甲车被摧毁。直到2020年之前，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阵亡人数大约是7000人。苏联在长达10年的阿富汗战争中损失了大约15000人，其中9500人在战斗中丧生，大约5000人死于伤病和事故。而乌克兰战争在短短5个月的战争中，俄罗斯人在乌克兰的伤亡人数已经超过了这些数字，而且损失这么多，貌似俄罗斯并没有实现预想的任何目标，感觉好嘲讽啊！因为损失巨大到国内老百姓都无法接受的程度，所以俄军从4月份开始就已经拒绝发布战损公告了。为了隐瞒这么巨大的伤亡数字，据说俄军还采取手段压制死亡士兵向保险公司领取伤亡赔偿金，这个数字估计能把俄罗斯国内的保险公司全部干倒闭。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俄罗斯得不偿失，说明对手变了，武器装备也变了，同时也说明俄罗斯的战略战术没有变，还在沿袭着苏联留下来的经验，散兵突击，钢铁洪流。大人的时代已经变了。原来还能依靠精确制导武器的俄军，现在只能选择使用火炮了。原因就是俄军确实拥有大量导弹，但很多都是因为储存时间过长，再加上俄罗斯制造的质量本来就一般，所以在乌克兰战场使用时，士兵感受到了俄制导弹的不靠谱，甚至还发生了多起发射后折回炸毁自己阵地的罕见事故。火力军严重怀疑这些导弹是内鬼。而且俄军窘迫的是，虽然弹药库里还有些能够正常使用的，但用一枚少一枚啊，受限于芯片采购制裁与库存消耗，俄军工厂又无法及时生产补充库存。与此同时，前几个月进入乌克兰的现代坦克被大量摧毁后，正在被库存几十年未经使用的旧款苏联时代的坦克所取代。近期出现在乌克兰战场的俄军坦克居然有许多超过50年库存的 T62 款。现在的俄军已经打不动了，战场上基本处于防守状态。虽说战局临时对俄罗斯有利，但这种有利局势正在一点点消失，只是打打炮、炸炸民宅、欺负一下老百姓，仅此而已。基于俄罗斯国内的军工生产力，想要补充战场上的装备损失挺难的。欧美的制裁让本就家徒四壁的俄罗斯雪上加霜，一些关键芯片与传感器材的缺失，让军工厂不得不选择停产。欧美卫星监控也证实了这一点，俄罗斯至少有近50%的军工厂超2个月没有载货车进出，1/4的军工厂超1个月没有货物运出。按照这个比例，可能还在生产的军工厂只剩下30%而已，所以前线的士兵只能选择缩衣节食。近1个月以来，俄军打击乌克兰移动军事车队越来越少，转而选择攻击武器库之类的目标。不仅武器无法及时弥补，士兵战损更是难以补充。尽管俄罗斯已经在各地开展征兵行动，但补充的速度远远比不上伤亡人数。而像瓦格纳、PMC 这样的私人雇佣军战士太少，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前线的局势。俄军现在是进退维谷，难以扩大战果。
相反，乌军正在向前推进，已经陆续拿下了马扎尼夫卡、布拉日基夫卡、苏里基夫卡和德米特里夫卡等村，反攻的脚步正在进行，取得的战果也越来越大。俄军在赫尔松新卡霍夫卡当地最大的弹药库被摧毁了，新马雅奇卡刚刚设立的一个大型弹药库也被摧毁了。这个在新马雅奇卡新设立的弹药库是俄军前线弹药库不断被摧毁后新设立的，是用来撤退时的弹药库，不料又被乌军的海马斯干掉了。俄乌双方的战争已经从北顿巴斯向南赫尔松方向转移，俄军为了增援赫尔松，将顿巴斯的76师、98师和106师3个近卫师派往赫尔松地区。结果在本月4号，乌军用海马斯将俄军106近卫师的指挥所给连锅端了。据报道，伤亡军官达28人之多。重要的是，这个106近卫师成了无头苍蝇，群鹰无首，难成形啊！仅仅在这一天，乌军就摧毁了3个俄军弹药库、4套 S-400防空系统以及9辆装甲车。同样在这天，海马斯干掉了黑海舰队海岸部队在乔尔诺巴伊夫卡的第22军指挥所。不知道又有多少家属要去克里姆林宫领取徽章了。乌军使用海马斯火炮对赫尔松火车站、俄军的军列发动袭击，让40多节车厢当场报销，80名指挥官当场阵亡，还有200多人受伤。同时，乌克兰还公布了卫星照片，内容正是俄军的军列被炸毁，现场冒出火光之后，便出现了滚滚浓烟。本来就非常缺弹药的俄军，这么宝贵的弹药又被炸毁。你说普京能不心疼吗？这一爆炸性消息可以说是俄乌战争以来乌军对俄军的又一次标志性的摧毁。俄军最先进的苏35战机被打下来过，莫斯科号被击沉入海，最牛的坦克也被标枪导弹打趴窝。你说俄军还有什么值钱的玩意儿没被乌军打下来过？再打一段时间，谁能保证苏57、图160会不会成为乌军收藏呢？你用坦克，我有北约标枪 NLAW， 你改变战场，不再出动钢铁洪流，继续选择大炮轰炸为主，我这边又有海马斯可以用了。这个海马斯还是美国人改装版的武器，为了限制乌克兰的战斗力，防止乌军直接攻到莫斯科，所以只让他打几十公里以内的目标，就这样已经足以改变俄乌战场上的态势了。俄军被打得没脾气，除了抗议还是抗议。外交部出张嘴，前线士兵出条命，可见美国人的武器实在不是浪得虚名。和名声大、实操能力差的俄罗斯武器一对比，真是天壤之别。美国才给了乌克兰16套海马斯，就凭这16套海马斯就把俄罗斯给干翻了，不但炸毁了俄军10几座大型军火库，还炸掉了俄军10多个高级指挥所，让俄军成了无头苍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评论了乌军损失情况。他说，乌克兰每天在前线损失大约30到50位士兵，与6月份的情况比较，当时每天有100至200名乌克兰士兵死亡，数字减少了2.5到3倍，而俄罗斯好像伤亡人数越来越多了。6月的重大损失，战是因为俄罗斯用各种口径的炮弹轰炸了乌军阵地，但是今天损失的数量正在减少，是因为乌军海马斯很用心地在寻找俄军阵地，并将他们摧毁。相反，俄罗斯方面除开战初期公布过一次伤亡数据后，就再也没发布过消息。乌克兰方面统计的俄罗斯死亡数据，截止8月9日是42640人。也许俄罗斯的数据需要等到战争结束以后吧。战争打的是什么？打的是钱，打的是科技。1个月才几百块，你玩什么命啊？俄罗斯身边可都是一群穷哥们儿，要钱没钱，要事没事。到现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没有人出手相助，就连传言出兵10万的朝鲜也没有得到官方证实。乌克兰同样没钱，但他有一帮富哥们儿，一群富得流油的国家。甚至七国集团还宣布，2023年年底之前，乌克兰不用还钱还利息，并且还会追加军援与财政支持。七国集团这可是世界最富的国家了，甚至英国还打算给乌克兰政府人员发工资。你说俄罗斯有啥？兵源不足，士兵厌战，库存也不够，在世界上孤立无援。正因为俄军在战场上的人员伤亡，军中士兵已经出现厌战情绪了。
再加上面临兵源不足的困境，俄罗斯这边也是兵行险招，准备释放狱中囚犯，投入战场补充兵源，并且俄罗斯各地还出现征兵广告，许诺高额工资与奖金。一个在圣彼得堡囚犯的女友说，男友被告知如果加入俄军在乌克兰战斗，可以被立即释放。目前这名囚犯的几十名狱友自愿参军，立即获得了释放。近几周，俄罗斯至少有7个地区正在招募囚犯参军，招募囚犯的却不是国防部，而是私人军队瓦格纳集团。最初有军事和执法背景的囚犯被允许前往乌克兰，后来条件放宽到各种背景的囚犯。估计7月底约有1500名囚犯申请前往乌克兰，他们都受到了高工资和最终赦免的许诺。然而，维权人士猜测，俄罗斯招募囚犯只是要当诱饵，引诱乌军攻击，再借机反击。除此之外，从2月底俄罗斯发动袭击以来，就有士兵拒绝前往乌克兰，有士兵写辞职信要求离开战场。然而，指挥官拒绝接受，有至少140名俄罗斯士兵拒绝参战，被投入监狱。7月中旬，大约有150名男性士兵终止了与俄罗斯国防部的合同，并从乌克兰返回布里亚泰，这是一个与蒙古接壤的东西伯利亚地区。不过，也有一些人受到了政府部门的打压。据这些士兵亲属表示，大约有80名试图解除合同的士兵被关押在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地区，惨重的伤亡使俄罗斯国内普遍爆发厌战情绪，尤其是作为炮灰兵源的远东地区。但是，像莫斯科与圣彼得堡这样的核心区域，对这场战争依然保持着极高的支持率，与这两地极低的伤亡率有着密切关系。在乌克兰战场上，莫斯科与圣彼得堡籍士兵普遍被安排在远离前线的后方，从不用于攻坚和防守争夺激烈的区域。两地的俄军伤亡率不到俄军平均水平的1/10。在拥有1400万人口的莫斯科，战死的俄军不过3位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逐渐引起了来自其他地区的俄军不满。有人说了，这场战争俄罗斯不会输，因为他们还拥有核武器，数量庞大的核武器。但这个月，普京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0次审议大会中说了，我们不会使用核武器，并且还会与美国履行削减和限制相关武器的双边协议义务。核战争不会有赢家。没错，这句话是普京说的。从战争开始，全世界说的最多打核战的国家就是俄罗斯。一系列的俄罗斯高层都在各种场合说着这样的话。俄罗斯发出的核威胁比全世界所有国家加起来还要多很多。俄罗斯不仅缺钱缺武器，还缺人。博物馆都打开无数次了，把以前2战老家底儿都拉出来了，远东征兵、监狱征兵，甚至想把退休的老头都招进去，可见这是多么缺人呐。相反，乌克兰凭借着欧美国家的扶持，装备一天比一天强。从开始的标枪到现在的海马斯，16套海马斯都快把俄军打得要哭了。美国可是装备了数百套啊！并且乌克兰正在积极准备反攻，计划在2周之后组织起15万大军开始反攻。这一阴一阳，一个充满希望，一个遍布绝望，这仗还怎么打？从战争历史上总结，很少有国家能够成功的征服另一个国家，并完全摧毁这个国家的军队。更何况，俄罗斯大量使用的是装备不足、训练不够的合同士兵。俄罗斯军队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武器战备的不足和士兵的缺失，给了泽连斯基极好的逆转战局的机会。从乌克兰媒体的公开报道可以获知，乌克兰军队已经正式对外界宣布在南部发动反攻，并计划重新夺回部分前期丢失的阵地。这也是最近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奔赴莫斯科与普京面谈后，释放了俄罗斯让步到只需要退回2月24日的边界就可以和谈的消息。但乌克兰官方明确表示不会让步，不收回乌克兰全部领土，绝不和谈。由此看来，看似拥有不少成果的俄军在乌克兰的日子并不好过。面对着拥有越来越多现代化军事装备的乌军，尤其是在美国同意提供能够攻打克里米亚大桥的300公里海马斯导弹之后，徒有虚表、缺兵少将的俄军拿什么来保住2月24日后侵占的乌克兰领土呢？谁又该为这数万士兵的死负责呢？我是火力军，这就是本期影片了，我们下期再见。